现在美国呢也一再的这个降息哈，跟咱们多伦多的房价的逻辑关系，也请张总跟我们粉丝朋友们解释解释，跟我们阐述一下，让我们心里边明亮一点。美联储的这个涨幅哈，说实在是影响了全球的，还不光是加拿大，但是加拿大是紧跟美联储脚步的，尤其是去年这一年就是涨息的话，美联储涨，加拿大也跟着涨。但是呢，所幸运的是哈，就今年就加拿大开始降息，有时候美联储还没有降，但是加拿大就提前降息了。这也考虑到这个加拿大现在这个经济状况是没有办法忍受高息的这种状态。当然美联储肯定是的，它是一个风向盘嘛，对吧？它的这个涨幅啊，就现在就像美国的股票的这些指数啊什么的，都是影响到全球的。对它这个我们肯定是要有关注的。但加拿大会不会就是一味的，就是必须紧跟美联储？那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因为每个国家毕竟有每一个国家的这种状况嘛。就像最近。美联储现在都在走降息的通道。那现在日本好像在涨息。还有欧洲的国家现在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货币政策、经济政策。但是我看一些文章介绍说，加拿大的降息在2025年，有人预测很激进啊，说会到1.6。您看过这篇文章吗？1.6我不知道，当时我刚才跟你讲，反正最起码到6月份的时候是会差不多降到3，或者是2.75这样子。他们说2025年的年底会到1.6，这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激进啊，非常激进。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加拿大以前的利率啊，我还印象里边可能在10几年的时候。就是1点几的利率那很舒服，非常舒服。因为那时候大家呢就会有这种购房的这种欲望嘛，因为你每个月负担的 mortgage 会少很多。这个差很多啊，差很多，真的差很多。我看一篇文章介绍说啊，加拿大现在目前的这个断供率，就是说90天的断供率增加了160几。这个现在这个形势非常的严峻啊，是蛮严峻的，因为就是去年的这个后遗症哈，会延续到今年。确实呢，就是很多人呢是供不起房的。但这个断供率虽然说比以前涨160%哈，但是也没有那么可怕了，因为它是有一些，因为比如说我们也帮人家做一些拍卖房，有的银行它有一些拍卖房交给我们公司来帮他去卖啊。但是总体来说呢，数量还是相当的少。因为以前没有断供的，基本上没有断供，那现在就增加翻倍了，那又能有多少呢？不多，不多，有呢还是有，但是不会影响到整个房产，不会像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下子全断供了，就是次贷危机了的时候啊。但是加拿大呢，总体来说银行还属于一个保守的银行，就大部分人，你看，尤其中国人。大部分还是35首付。对，你现在如果这房子没有跌到35以下的话，35%以下的话，你也没必要断供呀。对，你毕竟你以前还付了首付，还这么多年陆陆续续付了本金啊、利息啊什么的。对，不到万不得已，大家是不会断供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假如说断供，假如说投资房，如果他投资房非常多的话，很有可能他现在真的是断了资金链了。他没办法去负担这么多的投资房。也有的粉丝问我，加拿大这个经济现在这么不好，以前它的一些限购的政策，会不会像中国似的，逐渐的放开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尤其今年哈有很大的一个几率，就是这个新的这个总理上台以后，到底会出台一些什么样的新政策？现在大家还不知道，但是一定会出，就新官上任3把火嘛，这一定要有3把火要烧一烧的。对，你比如说这限购这个，大概是从17年的时候吧，就是出现限购了。一开始海外的人交海外买家税，然后就不能买房了。对，然后是留学生也不能买房了，不能买房了。对，就把这条路呢彻底的封死了。彻底封死了。彻底封死呢，其实对房地产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您觉得这个限购逐渐放开的可能性是有的？我觉得是有的。我觉得是有的，但是也许不会一下子彻底放开哈。也许假如说留学生可以买房，留学生为什么不能买房呢？留学生在这边上学，他需要房子住，对吧？而且他也留下来的可能性又那么大，
加拿大又需要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这个生产力，我觉得这块应该放开。海外呢，买家如果放开的话，收买家税，我觉得也是很合理的，因为你不在我国家，你没给我做贡献，你光享受我这个国家这个福利了，那就加税嘛，加税他愿意买，你就让他买呗，为什么不呢？反正我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这一块可以放开，当然你不能彻底放开，那可能也会乱掉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收海外买家税，以前一开始是15%，后来20%，后来25%，那你就再收高一点，我觉得都可以，只要他愿意嘛，对吧？我觉得从商业的角度来讲，这个是 make sense 的。对。实际上，这种政策一出台，恐怕对加拿大的经济的刺激和提升和改善会立竿见影。会立竿见影，真的会立竿见影。对，以前你说这个房产最火的就2个地区嘛，一个是温哥华，一个是多伦多。多伦多很多都是国外的富豪。对，其实大家不要局限于中国人，中国人购买力你可能还不如中东人，对，还有俄罗斯人，对，各个国家的人，他们有钱的人，他们都愿意在那里置一套房子，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对温哥华打击是非常大。那多伦多呢，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mix 的一个人群，就是你可以买很贵的房子，也有很便宜的房子。就总体来说，房价呢还是选择性很多。这个事儿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吧？我个人我也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懂，但是我是一个普通百姓，只是觉得呢，这个资金只有流动才能产生价值。是的，你这个没有新的血液进来，对，这个整个对经济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是，而且你政府的每一次的流动你都收税，你有什么不好的？是获益啊，对啊，尤其哈，你政府拿到这些税赋之后，你可以改善人的生活，改善弱势群体，做一些什么？做一些公益啊。因为政府哈，我想哈，因为这个特鲁多这个政府呢，这几年呢，确实是经济滑坡是太明显了，非常厉害，大家这个民怨也是很深。那新一任这个政府呢，确实也是很多挑战性啊，但是他必须要出台一些哈能够振兴经济的这个计划出来，一些杀手锏、立竿见影的效果出来啊！这就是一个好招啊，才能稳定民心。我们应该推崇张总去当议员、省议员，大家也可以针对张总提的问题呢发表评论。您有各种观点，都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好，欢迎大家咨询啊。